大家好，我是 Younger，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2025年，一个风暴正在逼近。随着美国关税政策突变，全球经济再度动荡，新加坡这个开放小国站上了时代的十字路口。这期视频我们将深入解析，在关税战全面升级的背景下，新加坡经济面临哪些现实挑战？政府是如何出招稳住民心？普通家庭、企业和个人又该如何应对？2025年4月，美国宣布对全球商品征收10%的基础关税，并对部分国家加征更高的对等关税。新加坡虽然是美国的贸易伙伴，但依然被卷入漩涡。新加坡总理黄循财直言不讳地表示，这不是一个朋友应有的做法。贸易依赖度超300%，新加坡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之一。关税战一开打，最先受伤的就是新加坡。我们来看一组数据。2025年第一季度，新加坡 GDP 同比增长3.8%，比上一季度的5.0%明显回落。更严重的是，环比经济萎缩0.8%，这是自2020年疫情以来最严重的季度收缩。新加坡贸工部也火速下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期，从1%到3%降至0%到2%，意味着经济增长几乎停滞，技术性衰退一触即发。关税冲击下，新加坡面临3大领域的核心挑战。首先是出口，受新关税影响，超55%的对美出口商品遭殃。电子元件、化工制品、精密工程设备全线下滑。再来是制造，制造业 PMI 已连续19个月处于收缩区间，开工率下滑，订单减少，工厂转向保守生产。第三是就业，特别是中小企业，订单流失加上成本上升，不少公司开始冻结招聘或压缩非核心员工。就业市场的不确定性蔓延至服务业和物流业。为了防止全面衰退，新加坡政府迅速祭出3道政策防线。第一道防线，成立经济韧性工作组，由副总理严金勇领导，3大子小组聚焦企业援助、供应链安全和长期策略。第二道防线，宽松货币政策。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已连续2轮放宽新元汇率政策，旨在保护出口商竞争力，抑制外部输入性通胀。第3道防线，也就是最核心的一道，2025年财政预算案。这份预算被称为所有新加坡人准备的预算，从出生到老年没有人掉队。这份预算案被誉为新加坡社会保障的全生命周期工程，从出生、读书、工作到养老和终老，政府都试图为你包一轮。我们就从这5个方向来逐一拆解，你能拿到什么补贴，对你生活有哪些影响。1、育儿与多子女家庭支持。首先是对多子女家庭的支持，儿童培育户头起步津贴，第3胎及以上，新生儿直接获得1万新币。不止如此，还有每名新生儿的5000新币保健储蓄补贴，专门减轻产后开销。每年1000新币的 Life SG 补助券，1到6岁第3胎及以上儿童每年都有，帮你减轻奶粉、尿布的开销。12岁以下孩子，人人有500新币育儿 SG 补助券，可以在药房、水电账单等处直接抵扣。最后，13到20岁的青少年还能获得500新币一次性教育金，直接打入 EDSave 或 CA 账户。2、年长者与养老支持。针对年长者，政府也加大了投入，比如55到70岁，保健储蓄户头余额偏低者，可以获得最高1000新币的1比1配对。长期照护的家庭，居家看护津贴从每月400新币提升到600新币，减轻照护压力。而乐龄一家居改装补贴也首次扩展到私人住宅，2026年起全面铺开。3、就业与技能支持。在经济转型期，技能培训就是护身符。40岁以上在职者，每月可领取300新币 Skills Future 进修津贴，最长可领2年。如果你是低收入者，每月还能再领300新币或最多50%课程费用的津贴。年长员工方面，薪资补贴计划将延长至2026年底，最高7%，鼓励企业持续聘用年长工人。此外，残障人士与前服刑者的雇佣补贴也将延长至2028，展现包容精神。4、生活成本缓解。
CDC 邻里购物券800新币每户，分2次发放。SG60 购物券每人600新币，年长者800新币。水电费回扣最高760新币每年。气候优惠券提高至400新币每户。私人住宅首次纳入。5. 绿色可持续发展，海岸与洪水防护基金增至100亿新元。电动重型车辆补贴固定路税结构引入。新加坡如何从危中找机？黄循财总理讲得很清楚，世界变了，新加坡不能当旁观者，我们必须参与全球治理，抓住区域整合的机会，要构建自己的供应链主权，避免被动依赖，要培养新一代能在国际舞台竞争的公民，要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找到属于新加坡的平衡点。看到这里，说明你真的在乎新加坡的未来，也在思考自己的未来。贸易战也许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变量，但应对方式我们能选。新加坡不会掉队，但关键是你准备好跟上了吗？喜欢这期内容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。你对这些补贴怎么看？留言告诉我们，我们下期见。